上一期中说到，路飞等人见了海军本部大将青雉，好在青雉没有杀心，给草帽团来了一个下马威后，骑着自行车潇洒离去。草帽团继续航行，结果看到了一个自由泳的巨大蛙。路飞等人玩心大起，拔出船桨就去追青蛙。追着追着，梅里号突然搁浅。纳美惊讶地看到，这个地方居然杵着一个火车路口才有的红绿灯的灯杆，180度掉头。纳美焦急地大喊。这时，由远而近传来一阵火车的汽笛声，路飞等人来不及多想，赶忙滑动船桨。梅里号慢慢掉头，蒸汽火车喷着雾气越来越近，前后只相差1秒钟的时间，梅里号和火车擦身而过，路飞等人幸运的一条老命。不过那只大青蛙不怕死的似的，直接冲到火车前面，被蒸汽列车直接撞飞。众人惊魂未定，在红绿灯灯杆杵着的地方，还有一个火车的车站，车站里跳出来一个充电机的小女孩，一个像兔子一样的猫，还有一个拿着酒瓶的可可罗老婆婆。大家都没见过列车，以为是蒸汽船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像蛇一样的蒸汽船啊！这种形状的东西怎么可能航行？充电球小姑娘和可可罗老婆婆一点都不害怕身为海贼的路飞一伙。可可罗老婆婆还饶有兴致地开起了玩笑。冲天鸠看着没见过世面的娜美等人，很是鄙夷。没吃过猪肉，还没看过猪跑吗？没坐过火车，还没看过《千与千寻》啊！这个不是什么蒸汽船，而是海上列车，名为蒸汽汤姆，是由蒸汽做动力，沿着海水下面的轨道前进的。列车每天都在同一区间内行驶，在岛和岛之间运送乘客，也运载船只和一些邮件包裹。也不怪娜美等人不知道，因为全世界只有这里有海上列车，《千与千寻》就是在这里拍摄的。众人向海里一看，果然在水面深一点的地方看见了铁轨。看来刚刚梅里号搁浅就是因为撞上了这个轨道。冲天鸠埋怨路飞等人也不看信号灯，直接就闯进来了，差一点送命。路飞可听不进去这些，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有11个字：干锅牛蛙、烤全蛙、牛蛙火锅。路飞表示，我不管你这个是蒸汽船还是什么蒸汽列车，干嘛把我的自由泳青蛙撞飞？冲天鸠一愣，你们说的是青蛙横纲吧？冲天鸠告诉路飞等人，海上列车的这种撞击是撞不死横纲的，不过那家伙有点轴，喜欢和人比力气，经常来挑战海上列车，给车站和乘客造成很多麻烦。路飞一听燃起来了，原来那只青蛙这么有毅力，那还是不要吃它了，这么努力的家伙实在不忍心吃。可可罗老婆婆喝了一口酒，脸颊微微泛红，她好奇地询问路飞等人的目的地。乘坐海上列车的话，可以达到好几个有趣的地方，甚至还有美食小镇。路飞一听，当即决定就去美食小镇了。娜美拒绝了可可罗老婆婆的邀请，他们有船，不需要乘坐海上列车，而且他们要跟着记录指针的方向走，不能随便去其他地方。冲天就问了下记录指针的方向，可可罗老婆婆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那就是水之都的方向了。刚刚的水上列车就是从水之都的蓝色车站驶出来的。水之都是一个专攻造船业的城市，造船技术世界第一，造出来的船都是供世界政府的达官贵人专用的。那里汇聚着世界上最好的造船工，造船修船的水平都是一流的。”路飞乌索普一听就来劲了，草帽团现在最缺的就是一个船匠，而梅里号航行这么久，新伤盖旧伤，早就应该大检修一次了。路飞决定一定要从水之都挖走一个一流船匠做伙伴。可可罗老婆婆站起身，歪歪扭扭地走进车站里，然后又歪歪扭扭地走出来，交给路飞他们一张纸，这是岛屿的简易地图以及介绍信。可可罗老婆婆让路飞他们把介绍信交给一个叫做冰山的人，他就帮助草帽团修理海贼船了。草帽团接过介绍信，开心地和可可罗老婆婆、冲天鸠挥手告别。可可罗老婆婆贴心地提示他们一定要小心世界政府的人。一行人欢欢乐乐地向水之都驶去，众人在船上愉快地讨论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做船匠，甚至主张找一个美女上船。路飞强烈要求一定要是一个5米高的壮汉。索隆表示很头疼，你们是找船匠，不是找模特，更不是找打手，只要技术好，长啥样都无所谓吧。乌苏普抱着伤痕累累的桅杆，颇有感慨，这些坏了修了坏的伤痕，这是大家冒险的纪念。进入伟大航路后，梅里号的负担越来越大，很多地方已经严重漏水，甲板上的地板也无法完全修补了。光靠乌索普的修船技术，梅里号很难再被修好。水之都之行可谓是雪中送炭。路飞开心地说道：“现在团队有一大笔经费，正好可以用在修船上，不仅要把梅里号修得完美如新，还要增加它的威力，可以多添几门大炮和铜像。”索隆向前方眺望一番，看到一座越来越大的小岛，看里那里就是造船之城水之都了。待梅里号行驶到水之都的城外，众人发出惊呼，整座岛就是一个巨大的人造喷泉，水柱由城镇的顶端喷出来，
再由专用排水渠流入大海。房屋星星点点的坐落在喷泉的下面，远远望去煞是好看。大家看到了克罗婆婆说的蓝色车站，但是并没有看到港口，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停船。这时，一个居民招了招手，他看到海贼船一点都不惊讶，反而习以为常地说道：“海贼船从正门进去不太好，还是绕到后街吧。”那位等人道了谢，驾驶梅利号绕到水之都的后面，进到城市里。他们惊奇地发现，这里整个就是水上都市，城镇浸泡在水里，大大小小的河流横穿在街道，河流就是马路，岸边就是人们的住宅和各个建筑，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只有船。众人则在称赞多么浪漫又美丽的城市。岸边一家咖啡店的老板喊道：“这里不准停海贼船，你们是来干嘛的？来抢劫的吗？”路飞认真的回应：“我们是来修船的。”咖啡店老板放心的点点头，告诉他们前面不远处有个海架，可以把船停在那里。大城市的人果然见过世面，完全不怕海贼。路飞等人道了谢，来到了海架。索隆拉动绳子翻，结果力量用的有点大了，伤痕累累的桅杆直接被索隆拽断了。乌索普冲过来给索隆一顿扇，不过确实没想到梅利号已经损伤到这种程度了，好像随便碰一下就会碎掉。纳美安排乌索普和路飞给自己做保镖，和自己一起登岛，先去拜访那个叫冰山的人，再让他帮忙安排修船，然后再去将船上的黄金兑换成现金。索隆和山治、乔巴、罗宾留在梅利号上待命。乔巴看着大家远去的背景，失望地嘀咕道：“不能和他们一起出去了。”罗宾看向乔巴，请乔巴和自己一起登岛逛街。乔巴一下子来了精神，连连点头。路飞提议先去造船厂，纳美和乌索普则一致认为应该换钱，因为黄金如果在路飞手上，总觉得会丢。路飞不满地提出抗议，这种话太伤人了，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伤害。三人来到一个出租布鲁的地方，所谓的布鲁就是一种像马一样的鱼拖着的船。布鲁是这里的居民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，外地人来此就只能出租。路飞三人花了2000贝利租用了2艘船，向着水之都的中心开去。在那里有换钱的地方，换完钱还可以直接去修船，修完船还可以直接绑架一个船工回海贼船上，计划美滋滋，服务一条龙。水之都的民风很好，居民们看到外来人员都热情地打招呼，并且主动给路飞等人指路。经过居民们热情的帮助，路飞等人知晓，只要到了商业街就可以找到换钱的地方了。水马布鲁很聪明，带着三人抄近路，直接冲上房顶，游到最顶端的时候，乘着排水的水渠冲了下去。纳美和乌索普吓得魂儿都要飞了，路飞则开心的大笑，总算是完成了自己想要玩的水上滑梯的梦想。来到商业街，路飞一下子被旁边的美食街所吸引，和所乘坐的布鲁撇开纳美二人，冲到卖肉摊位前。路飞一口气买了10个，吃得不亦乐乎。纳美则被一群奇怪的人吸引了注意力，这些人都戴着面具，看上去好像是嘉年华的那种演员。不过这面具可一点都不喜庆，一副冷漠杀手的样子。纳美三人按照地图找到了水门电梯，这个电梯可以直通到造船厂和水之都的中心街。纳美三人跟着其他的游客进入到了一个封闭空间中，关上舱门后，空间内的水位急速上升。所谓的电梯就是将水灌进来，载着游客们乘坐的船和布鲁升到高处。就在这时，有人喊道：“1号船坞有海贼闹事儿。”为什么这里的居民都不怕海贼？答案即将揭晓。1号船坞，几个海贼修完了船，准备白嫖。看着低头干活的船工发出嘲笑声，船工理都不理，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。一男一女拨开人群走到最前面，男人就是冰山，女人则是他的秘书。冰山一边抚摸着自己的宠物鼠，一边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女秘书看了下通缉令，平静地说：“有客人不肯付钱。”冰山点点头，不想付钱就不要付了，干了他们拿悬赏金抵债。海贼们还不知道已经大难临头了，不仅不付钱，还要大声嘲讽船工。这时，一个扛着粗木头的船工经过，直接把肩膀上的木头抡在了带头海贼的脑袋上。海贼笑不出来了，跌跌撞撞地摔倒在地，失去了知觉。海贼们都懵了。突然，另一个船工，暂时称他为船工2号，提着40米长的大刀从后面蹦出来，一刀砍了声音最大、最嚣张的那个海贼身上。接着，其他船工纷纷加入，甚至还用炮轰把这几个海贼治得服服帖帖。这就是为什么居民们都不怕海贼的原因。水之都的船工不仅修船造成的技术一流，打架的水平也很高，身手很强。伟大前路的前半段，很少会有脑子不好使的海贼敢在这里闹事，而新世界的海贼也不屑在这种地方闹事。路飞等人驾驶着布鲁离开水门电梯，来到中心街，刚好错过了船工们收拾海贼的精彩画面。有居民告诉路飞等人，卡雷拉公司的船工是居民们的偶像，强壮、手艺精湛、生猛。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，水之都才一直稳定和谐，几乎没有海贼闹事儿。梅利号上，山治准备好了甜品后，偶然发现罗宾不见了，于是去问索隆，
得知罗宾和乔巴已经离开梅利号去街上逛街之后，山治也没有心情守在梅利号上和索隆这个宿敌独处，自己转身挥手告别了索隆，下船向水之都城内走去。罗宾和乔巴走到水之都商业街的街上，罗宾的美貌引来当地人的关注，但他没有在意。和乔巴走了几分钟后，终于找到了书店。这时，一个戴着面具的高大男子从罗宾身边经过，低头说道：“我是 CP9。”罗宾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当场石化在了原地，大脑空白几秒钟。罗宾回过头，但是那个高大的男子已经消失了身影。乔巴看到书店，很高兴，变成人形先进了书店里，猛然发现罗宾失去了踪影，街道上也完全没有罗宾的踪影。索隆独自一人等在梅利号上面睡午觉，一大群黑影悄悄攀上梅利号，想要突袭索隆。索隆拔刀而起，将来者制止住。索隆面露杀气，抬起头看着不怕死的小混混：“你们是谁呀？报上名来！”